当我们还在开拖拉机时，兰博基尼就已经用上了巨大的 V12 发动机。这辆车的首次亮相是在1968年的日内瓦车展。作为兰博基尼为数不多的4座跑车，一出场就震惊4座。它搭载了一个巨大的4升 V12 发动机，拥有着325匹的超强马力，最高速度可达152英里每小时。外观由意大利公司贝尔托内设计，具有很明显的兰博基尼特征，辨识度非常高，在当时算是一款非常优秀的超级跑车。就算和60年代优雅的兰博基尼妙拉或者80年代狂野的康塔相比，也是丝毫不落下风。但就是这么一款跑车王者，如今却奄奄一息地躺在仓库里吃灰。这辆车的主人杰克是一名锅炉工程师，年轻时他是汽车的狂热粉丝，对于各种内燃机车均有涉猎。大概在42年前，杰克斥巨资买下了这辆稀有的兰博基尼，当时看起来确实拉风极了，出街的回头率也非常高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车子的年龄太大了，杰克还没开上几年，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。好在他当时还算年轻，而且对汽修也是非常精通，靠自己的力量修复完全没问题，无非就是要多花点时间。但往往天不遂人意，杰克也只是刚把发动机翻新好，就患上了很严重的慢性病，而且不能做剧烈的运动，更干不了很重的体力活。就比如我们正常人跑100米都会觉得很轻松，但对于杰克来说，就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一般。为了能治好自己的病，杰克只能放下对爱车的翻新，将兰博基尼放进了仓库里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慢慢腐朽报废。不过好在杰克还有一个孝顺的儿子，他不忍心看到父亲心爱的车子就这么被埋没，所以联系了希望车厂，想让两兄弟帮忙翻新一下。刚看到这辆超跑时，小强还是很开心的，毕竟这可是一辆兰博基尼，内部的发动机成色还这么新，这会给他降低很多工作量。兰博基尼的发动机究竟有多恐怖？一台60年前的机器，在运转时竟然能让硬币保持直立，但这辆车也只有发动机成色比较好了，车身方面那是一塌糊涂。小强对车子进行检查，发现车身套件之间缝隙非常大，而且内部又脏又旧，内饰的皮革也基本上腐烂完毕。当然这还不是最严重的，更可怕的是下面锈蚀的地板，修复起来会非常麻烦。但小强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因为肯定没有昨天的保时捷麻烦。初步确定了车况之后，两人就把它转移到拖车上，回到工作室要开始翻新工作。当把车子架在起升机上后，小强用螺丝刀刺探了一下底部，发现上面的钣金非常脆弱，简直就是一碰就碎，其他的零件也都松动了，这说明内部肯定有零件的缺失或者尺寸上的偏差。小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，推测出这辆车应该是拼接出来的，不然状态肯定不会这么差。不过现在到了他手里，自然会被修复得很完美。小强决定先从发动机下手，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测试。如果功能都正常的话，那么他只需要翻新车身就可以了。此刻在大强这边，他驱车来到了江南皮革厂，这里有很多不同等级的牛皮，为了保证质感，大强最后选择了耐用的 Nappa 皮，而做一套全车座椅大概需要4张。由于这是一辆老款的兰博基尼，所以在版型上不需要花里胡哨，只要能还原当年的风格就行。不过就算内饰翻新的再好，车子要是不能发动，那等于白搭。小强之前就把引擎送到了专业的测试机构，两人对其进行简单的调试之后，就启动了这个发动机。让小强感到震惊的是，当他把一个硬币立在上面时，这枚硬币虽然不能说纹丝不动，但能保持直立也是很不可思议的。不得不说它的做工真的太恐怖了。接着他们又来到电脑前，开始压榨这台野兽的性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最终的马力达到了300多匹，而且一切运转正常，发动机的成色非常好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小强悬着的心才放下。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翻新车身了。眼前这辆全新的兰博基尼，就是希望车厂送给杰克的礼物。这个礼物关键的部分就是发动机。小强测试引擎功能，确保没问题后，就把它和变速箱组装到了一起。从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出，这可是一个庞然大物。虽然已经组装完成，但是还不能进行安装，因为车身的钣金还没有处理完成。员工们正在抓紧打磨。这时工作室来了2名不速之客，原来是杰克的2个儿子，他们过来看看车子翻新的怎么样了。这次的进度和以前的车子相比，明显快了很多，车身基本上已经修复完成，而且小强也不用操心发动机，所以大概在1周后就会交车。三人正好趁着这次相聚，约定了一下交车方式。等到这辆兰博基尼彻底翻新完成后，2个儿子会带着杰克去汽车博物馆，到时候小强就会悄悄地把车子放在门外。等到杰克一出门，就会看到一辆全新的兰博基尼。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需要他们准备好速效救心丸，要不然杰克一下子过去那可就悲剧了。送走了2人之后，员工们对车身进行打磨，然后喷上了一层蓝色油漆。这个颜色现在看来可能有些廉价，但等最后彻底翻新完成后，效果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。在等待风干的同时，
小强取掉了车子的前保险杠，要把表面的漏洞补齐。虽然这是工艺翻新，但也得保证车子质量。此刻在车厂的另一边，员工们开始安装发动机。为了保证不出现任何差错，工作室的所有人都过来帮忙。好在最后是有惊无险，两部分也成功结合。小强进行了简单的调试之后，让人拿着钥匙发动了车子。V12发动机的声浪就是这么强。接着大家进行最后的收尾，一辆全新的兰博基尼就彻底复活了。两人按照约定，把它开到了博物馆的外面。不过现在还不是交车的时候，大强先把车子开到不显眼的地方藏起来。等到杰克驱车赶来，进入了博物馆之后，大强和他的儿子把两辆车调换了一下位置，然后在车内静静的等待。当杰克看到那辆车后，瞬间就愣住了。他围着车子转了好几圈，才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兰博基尼。这时大强也缓慢入场。看到这一幕，杰克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自己原本已经对这辆车不抱希望了，没想到现在他却满血复活。此刻语言已经无法表达出他的激动了。